又说，我看这件案子，师生恋爱不过是习俗上的观念问题，在法律上并无立足点。如果这个短讯消息完全没有根据，诽谤罪可以成立，也可以不成立。要是真的成立的话，按照六法全书的条文，罚款大约是10元以上20元以下。至于名誉损失是抽象空洞的，赔款不过1元而已，你绝不要怕他。至于当面向他讲情，暗地里答应送他600块钱，这不但是做了温生，而且以后你就难以做人了。我的主张，你尽管和他打官司，还要想办法留心各种关节，使这案子不成立，给这种想钱想昏了的书呆子一个教训。他又说，汪孟萧律师是浦东人，他是兼当教员的，穷极无聊。他起诉时就要求赔偿损失24000元，明明是要借法院和法官的力量来榨取钱财。法官见到这种状子，知道是敲竹杠，反而会帮被告，不帮原告。至于说法官要拿1000元的说法，更是信口胡言，荒谬绝伦。你上堂时不妨把陆渊雷的话和盘托出，中其要害，那他这场官司就输定了。我听了姚公鹤老师的话，心里虽然安定得多，但是其实我正在展开《中国药学大词典》的编纂工作，哪里有闲工夫和人家做讼事的周旋，因此心上总不免牵挂着这件事情。当时上海中医界有3个聚餐会，叫做杏林社、春在社和医林社，我都参加的。杏林社有3桌人，春在社不过2桌人，医林社则有8桌人。每月聚餐一次，餐费皆为1元2角，这并没有什么派别，完全是年龄关系。年老的多数参加杏林社、春在社，年轻的多数参加医林社。陆渊雷控告我的消息在中医界传得很快，认为是件麻烦的纠纷。有些人认为渊雷是必胜的，我多少会破点抄。观察其中人士又分成3种看法，一种认为陈某人初出茅庐，窜红太快，该要受些打击。这种看法的人是抱着隔岸观火的姿态，不论谁胜谁败，都有好戏可看。一种人熟悉渊雷方面的消息，认为沟通了法官，准备对陈某人咬上一口。这种人是倾向于渊雷的一派。还有一些人对我向有好感，认为年轻人窜红起来是不容易的，渊雷半途杀出，要陈某人倾家荡产，实非事理之平，因此对我极为爱护，希望我争取胜利。我到医林社聚餐的一天，迟到了半小时，大家正在议论纷纷，见到了我，突然寂然无声，一个个望着我，认为我是问题中的人物。有些人上来安慰我，有些人向我献计，更有些人向我打气，要我振作精神，打胜陆某。我在大家鼓励之下，心里觉得很高兴。只是有一点，座中的人不约而同认为那一位法官却是汪孟萧的同乡同学，所以我取胜的机会少，而失败的机会多。大家为我担心，我也忧虑起来。其中有3位，一位是张次公，一位是刘四桥，还有一位是于洪孙，特别对我提出，如果有机会用得到他们之时，都愿意出来助我一臂之力。我说感谢之至。席中人散时，于洪孙轻轻地对我说，陆渊雷对沈本衍谈论婚嫁是100%的事实，你和沈本衍是见过一面的，不知你还想得起吗？我说我往来的人多，实在想不起。于洪孙说，沈本衍是我太太的小同学，他最初入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的时节，因为缺少一个保证人，
曾经有我太太陪同到你处去，要求你签名担保。我说，这件事我早已忘记了，对沈本衍一些也没有印象。于洪孙接着说，沈本衍是一个极和善极纯良的女子，而且吃素念佛，什么事都不愿和人争论。她每天下午6时必定在玉佛寺念经，你不妨去看她一次。我说，好极了，最好请你太太陪我一起去，好像无意间碰到一样，彼此轻轻松松地谈几句话，或许能谈出一些眉目来。于洪孙说，好的，一准明天就去。重要文件意外得来，次日下午6时，我和于洪孙太太到玉佛寺去，好像进香一般，果然见到沈本衍手持佛珠，口中喃喃不已在念经。看他的面相，的确和善得很，见了我，他也认识，微微点头，但是好像女孩般微露含羞模样，这是旧时善良女性的本色，也不说什么话。我在佛堂里静坐好久，于太太也念着佛经，念了不久，佛堂里的人渐渐散去，于太太拖着沈本衍谈话。于太太说，听说你不久就要结婚了。沈本衍当堂两颊绯红，羞不可抑，连头都不敢抬，旋转了头，很殷勤地倒了一杯茶给我。我从旁看他的神情，他对陆渊雷提起诉讼的事，似乎一点也不知道。他只说希望我常常到佛堂里来参禅礼佛。于太太一味要问他婚期，他不承认也不否认，总是含羞不语。于太太爽朗得很，说，婚嫁是人生大事，你应该告诉我，让我到时来吃一杯喜酒。沈本衍又是相对无言，不过在眉角之间微微露出了一些喜气洋洋的神情。于太太说，近来陆先生是否天天有信给你？沈本衍听了，又像点头，又不像点头。于太太说，陆先生的信写的情意缠绵，从前你都给我看过，和我有商有量，最近何以再也没有信给我看？正在谈话之间，于太太突然拿起了沈本衍的皮包，打开来一看，里面有3封信，都是陆渊雷写的情书。沈本衍也不加阻止，任由于太太一封封地看，每一封信都写得很长，无非是讨论婚嫁之事。我见了这个行径，很轻松地对沈本衍说，现在陆先生对外否认和你有婚嫁之约，可不可以给一封信由我保存着，免得他将来赖掉这件事情？沈本衍仍然做着无可无不可的神情，就由我取了一封最长的信，纳入袋中。沈本衍真的不加阻止。于太太见我已然得到一封信，微露笑容。我说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也该肚子饿了，一同到附近一家素菜馆去进餐吧。沈本衍坚决不肯去，于是只得彼此告别。后来才知道，沈本衍却乎不知陆渊雷和我发生了宋氏纠葛。